声在沙沙作响，敲打着谁的惆怅。思念在一瞬间生长，才忘了夜多漫长。掌心的泪磨到滚烫，只愿为你三生痴狂。落花满天，又闻清香，与你天地间徜徉。如果爱太荒凉，我陪你梦一场，赎回你所有泪光。这一路有多远，这30有多长，执手到地老天荒。风起起，雾茫茫，雨滚滚，雪漫漫，一步步都陪你同往。牵着手，别惊慌，管明天会怎样，哪怕注定流浪，哪怕海角天涯，手牢牢不放，爱念念不忘，人生何须多辉煌。浮华的终成空，执着的都随风，情路何须多跌宕。要遇多少风浪，心不再摇晃，一起细数着过往。陪你等风停了，雾散了，雨住了，雪化了，再见却没月光。还有我在你身旁。你呢？在我对你情意最浓之时，给了我当头一棒。你只知道我放手放得潇洒，却不知道这潇洒背后，我有多少辛酸苦楚。当年，师父仙逝，我强撑着一颗卑微的心，到大紫明宫找你借玉魂。你永远都不会明白。我鼓足了多大的勇气，也永远都不会明白，你让我有多失望。不是那样的，我当时并不知道你有重伤在身。你如果告诉我，你用心头血来保护墨渊的身体，我一定不会不给你。当时没有给你玉魂，是因为我知道你在保护墨渊。是，我嫉妒他，我嫉妒墨渊。可是阿英，我其实从未对你忘记。你能原谅我吗？义军，你今日说对我从未忘记。只是因为义军你这个人，终其一生都在追寻自己得不到或已失去的东西。一旦得到了，你便不会再珍惜了。你这么说，只是为了想少些负担吗？其实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，对不对？我和玄女一世，你放手放得如此潇洒，你早就对我厌恶至极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人人都有犯错的时候，你是我一生的挚爱，为什么你就不能原谅我呢？你当年做了那样的事，你还希望我跟玄女同室一夫吗？从大紫明宫走后，我确实怨你恨你。但当我在炎华洞失血过多，命悬一线之时，我发现脑中浮现的竟不是你的脸，我才知道，我这段情伤算是到头了。我终于能够解脱了。阿英，别说了。
离君，你确实是我白浅这14万年唯一倾心爱过的男子。只是沧海桑田，我们回不去了。是我明白了太迟，而你也终究不会在原地等我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们便是路人了。告辞。明明是那么甜蜜的话，由你说出来，怎么就那么令人心伤呢？你看这天，怕是快要下雨了。快走吧。上神来找我家姑姑。他昨夜不是刚回来，这又跑到何处去了？去天宫了。太子殿下说，灵宝天尊的上清镜有汪天泉，泡一泡有助姑姑养伤，就带着姑姑去九重天了。那真真呢？四叔去集市了，说要亲自挑选些食材，为上神你煮饭。他又不是凤九，煮的东西能吃吗？不过是折磨我罢了。对了，我这次来还有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前几日，小五将墨渊带回来之后，是不是又将他安置在了炎华洞？对，墨渊上神还在炎华洞，不过倒不是姑姑安置的。姑姑回来的时候浑身是伤，昏迷不醒，是太子殿下亲自将墨渊上神给带回来的。趁真真还没回来，不如带我去看看墨渊吧。好，上神请随我来。我一个人进去就可以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是。啊，暂且不要跟任何人透露我来看过墨渊。是，上神。哲言，来，喝酒。这什么酒啊？肯定没我酿的好喝。看来你又花冤枉钱了。这已经是青丘最好的酒了，你就凑合着喝吧。唉，今日想凑合，恐怕也来不及凑合了。我得赶紧回十里桃林一趟。回桃林？你不是说要在狐狸洞多住几日的吗？我想到了一个法子，可以救这西海大皇子。不过我得赶紧回桃林翻翻医书。当真？那你快去快去。快去快回啊！果真如我所料，这昆仑虚本就是龙骨顶出的一座仙山，墨渊走后就荒废了，如今竟有隐隐龙气在山底涌动，这里果然有异常。
折颜上神。你是？昆仑虚座下二弟子。哦，我见过你，在司阴拜师的时候。没错，就在那时，我有幸见过上神。方才我为师傅的仙鹤时，听到他们齐齐鹤鸣，便知道一定是有贵客到。没想到竟然是上神。不知上神驾临昆仑虚所为何事？有什么我可以代劳之处？当初父神仙逝，我曾把神器伏羲琴永久封印在昆仑山下。一晃眼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忽然有些想念这个老伙伴，特来看看你。啊，我曾听师父提起过这把神器。上神，请。如今这昆仑虚就只剩你一个弟子了。这7万年来，我们师兄弟几人，有家室的要回去建功立业，没有的便要各处寻找17根师傅的下落。前些日子，紫兰回来，礼拜打扫了一番，没想到竟被义军找来，说见过司阴。紫兰大喜过望，说要去凡间寻找，便让我来照顾这些仙鹤了。哦，义军说见过司阴吗？也不知是真是假。不过紫兰是坐不住了，下山去找了。就算是我们青丘的入口，至少也会有个迷谷坐镇。你这36天大罗天界的，连个看门的人都没有，也太不气派了。今日太上老君开坛讲道，估计他们都去赴法会了。原来是有法会啊！浅浅，听说你在凡间帮元真渡劫时，你常同元真论道，如今想必是道根深挚了。太上老君这数万年来，讲遍天上无敌手，在高处不胜寒这个境界，已经站得十分孤单。此番你上天，正好可以与他辩上一辩。好说，好说。听说你3万岁上开府建衙时，天君赐了洗蜈蚣的名字。不错。只是你这里如此昏暗，倒像那东海百日宴的水晶宫那般。因为你见不得强光。因为我。浅浅。我带你进去。想不到来你这九重天，竟然要跳进来，不能走正门。若走正门，定会将大大小小一院子全惊动了，呼呼喝喝的甚讨人厌，哪有跳墙来的方便？是这么个道理。啊，对了，今天我们来得早，还没到那个嘉云小仙来送文书的时辰。你该不会是没有告诉他，不要将文书送到青丘，让他白跑一趟吧？你刚刚说的有道理，还好没从正门进来，惊动那些小仙，不然会很麻烦。
话说回来，昨天我们回来的晚，积了多日的文书，你阅得怎么样了？总瞧着这太子比东华那等板正的神仙还要严肃沉稳，今日却能流露出这么一番少年人才有的神色来，着实不易。我有件事与你商量。浅浅忽然如此认真，不知是为何事？不是什么正经的事。我将在这九重天上休养2、3日。既然来的时候是悄悄来的，没有打出上神的名号，也不能让你大张旗鼓的为我辟出一处寝殿来，不如就在团子的庆云殿凑合2日罢了。你想住阿离的庆云殿？不方便吗？我早已为你辟出了一处寝殿。啊，对了，我师父的事，外人不会知晓的。你这院子里也有桃花，是蟠桃园搬过来的吗？这是300年前我种的，到了今年才开这第一束花。300年才开第一束，你也真是有耐心。一览芳华，真是个好名字，跟你这洗蜈蚣倒是很配。为何自从迈入这院子，就感觉不太对，不太舒服？上神，喝茶。嗯。娘娘，娘娘，果然是你！奶奶等了你300年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太子殿下，这结魄灯果然是圣物，做的娘娘一丝都没差的。这位仙子，你应该是认错人了。老身是青丘的白浅，并不是你口中的娘娘。奶奶，这位是青丘的白浅上神，他会在院中暂住几日，便由你来服侍了。起来吧。上神待会儿会去灵宝天尊的天泉洗浴，你先去做好准备。是。你先去休息一下，我去把阿离抱过来。好。什么？白浅上神来了9重天？是啊，娘娘，刚才进了南天门，如今已经入了一览芳华了。你说什么？一览芳华？那个地方，君上不是从不让人靠近的吗？是啊，娘娘，奴婢也觉得很奇怪。按理说，这君上300年来，一直都护着那个凡人住的地方，
如今怎么突然就准许别的女人来住？心诺，我觉得这个白浅比我想象中的要难应对。娘娘为何这么说？君上为他屡屡打破禁忌，就像失了心魄一样。我之前还安慰自己，说没关系，起码君上心底最爱的是一个死人。可是现在，心奴，你会帮我的，对不对？无论何时，你都会帮我赢回燕华的心，对不对？娘娘放心，奴婢一辈子都是娘娘的左右手，一定会帮娘娘。娘娘，你先不要怕，他才刚来九重天，还不熟悉这儿。毕竟我们已经住在天宫里几万年了。对，我不能慌。我是这西吴宫明媒正娶的侧妃，我不该慌。我该静观其变，再看看怎么击退他。你们太子殿下一直这么喜欢桃花吗？我家娘娘很喜欢桃花。她走后，太子殿下就栽了满院子桃树。你说的是阿离的娘亲？上神也听人说起过。我初次见到阿离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告诉我了。我家娘娘她生下小殿下后就离开了。小殿下从小就是奴婢带大的。娘亲，你来啦！奶奶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奴婢说话，请上神恕罪。如今团子的亲娘已香消玉损，再享不了灵儿绕膝之乐，却让我这个做后娘的白白捡了个便宜，必是看得这小仙娥心中不忍了。好一个忠肝义胆的小仙娥！娘亲抱抱。娘亲呢，身子不大好，让你夫君抱吧。阿离知道了，娘亲又有了小宝宝，对不对？那书上就这么写的，说有一位夫人怀了小宝宝，他们一家人就都不许她再抱别人家的小孩来道。她动了，对，胎气。你这个算苗高的小娃娃，怎么连胎气都知道啊？阿离，是谁给你看这书的？是程昱借给我的。又是程昱。这程昱真是个妙人。就算是上神有了身孕，小殿下，你脸红个什么劲儿啊？本天孙高兴了，娘亲有了小宝宝，本天孙就再不是天上最小的一个啦。倩倩，不如大婚后立刻生一个。这小宝宝如果由你来生的话，我倒是很乐意出那一份力。既然阿离也来了，不如我们一起去上清境吧。走。参见太子殿下。夜华，若是用你正妃的名义来这泡，能有几个仙娥引路？10个，怎么了？我觉得我的接品不升反降，这可不是笔好买卖。若是我们继任了天君天后，便有24个仙娥为你引路，再添上4个心灵手巧的，给你搓背。这听起来还不错。
太子殿下。此处竟有酒喝。这些酒是国酒，如果阿离要喝，你可以喂他喝一点，但万不能让他喝多了。时令的蔬果们也都可以给他吃一点，但每样只能吃半个。你这既当爹又当娘的，真是不容易。这么多年，习惯了。你这幅扇子上面的桃花画得挺好，但缺了应景的诗词。不如你先泡着，我去给你提好词，你来书房找我。好。娘亲，夫君怎么走了？不同我们一起泡吗？天将降大任于你父君，你父君去接大任了。为凡人时你就喜欢桃花，没想到身为上神的你，依旧不甘喜好。芊芊，我自欺欺人也罢，你擅长掩饰也罢，虽然我和你之间的情分比你当年和墨渊浅了许多，但你是我夜华此生唯一爱过的女人。我愿等你，等你忘记墨渊，真心爱上我。姐姐找我。今日君上终于回了紫宸殿。你若不把握机会，就不能怪我不帮你了。姐姐的意思，妙卿不大明白。这是一盅给君上的补汤。君上难得回一次洗梧宫，你心思要活络些，今夜多在案前侍奉。如若君上动怒，你不了解这个男人，他若真与你有了肌肤相亲，就一定会负责。还有，你不用怕他动怒。一来，你是阿离的救命恩人，他不会要你的性命；二来，你还有我，我会保住你。毕竟在洗梧宫，你只能依靠我，而我除了你，也没什么姐妹了。谢谢姐姐。上神请用。刚刚是梅子酒，这杯呢？回上神，这是枇杷果酒。枇杷果，我在青丘的时候最喜欢同阿离吃枇杷了。是啊，我娘亲最爱喂阿离吃枇杷了。醉了啊？身上这么滚烫，看来不是装的，这也太不胜酒力了吧？小殿下头一回喝这么多酒，醉成这样。
奴婢还是把他送去药王府看看吧。不必了，我喝酒也喝了10几万年了，也算半个行家。阿离刚才喝的这个酒啊，是鲜果发酵酿成的，喝再多也不会醉人的。可，奴婢还是怕会有什么闪失。他是男孩子，不必这么娇生惯养。你听我的，将他抱回去睡一会儿，过3个时辰，他指定就醒过来了。是。上神请用。这小婢女竟对救主如此忠心，她的救主已经走了有200、300年了吧？回上神，奴婢并不清楚洗蜈宫的事。太子宫中的事情，你们都不知道吗？奴婢只听说，当年洗蜈宫发生了桩事儿，当时的仙娥和侍卫们都被天君贬居下界仙山了。看来天君为了掩盖这件事，还真是想得十分周全，连仙娥都换了。难怪我在青丘只听说夜华极宠爱素锦，宫中再没有任何妃子，才理所当然地以为他唯一的儿子是素锦生的。老身此番初次来到天宫，并不熟悉这里的路，还请这位仙娥带路，去太子殿下的书房。上神请随奴婢来。君上，什么事？奴婢等君上很久，好不容易等到君上回来，不知君上能否听奴婢说几句话？当初妙清因为救了小天孙，因此侍奉了君上几日饮食起居。这算是妙清的福分了。可是妙清因此却要求君上，让奴婢来洗蜈宫做婢女，妄想能得到君上的垂青。这是妙清的错。妙清决定今日离开九重天，回到东海。今夜就将这一盅羹汤，当做妙清最后为君上做的了。不知君上能否把它喝下，算是了断君上与妙清的这一段缘分呢？本君与你并无缘分，但你与阿离有救命之恩，你我也算是主仆一场。这个汤，就算是了断吧。不必了。你是不是很想本君喝下去？这汤是妙清亲手做的，自然希望君上能够喝下去。这也是妙清的一番心意。君上为何？本君想先问你几个问题。不知君上要问什么问题？前些日子，你回了趟东海。妙清因为很想念兄长，所以回去探望。你可知道，你去探望兄长那日，东华帝君正在凡间渡劫。不知道。那日东华帝君在凡间被人推了下去，同时白浅上神也被人推了下去。他当时周身法力被本君所封，险些淹死。是吗？好险！是好险。你可知道白浅上神在这四海八荒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吗？青丘
天祖都不会放过推他的那个人。苗青，你真不害怕你们东海，你的兄长会因此获罪吗？你真不怕你会因为谋害上神被永坠畜生道吗？苗青一时糊涂，求君上恕罪。若不是你对阿离有救命之恩，你真以为你能活到今日吗？是苗青糊涂，求君上恕罪，君上恕罪啊！再来，你告诉我，这汤里面放的什么？这汤里是能让君上喝下之后与苗青欢好。这么厉害，谁给你的？是奴婢从凡间买的。凡间？你真以为凡间这种药对本君管用吗？苗青只是……君上，臣妾听宫娥们在议论，说君上在责罚苗青妹妹，也不知妹妹究竟犯了什么错，但想必一定是并无恶心，可能是太过思慕君上所致。还望君上能看在妹妹曾救过阿离的事情上，饶过她这一次吧。此处竟无人守着吗？该不会当头鸿运又让我撞上别人闺阁斗趣吧？夜华虽冷漠沉稳些，到底血气方刚。这天上的一众仙娥又都生得不错，但夜里对着一案的枯燥公文，定然十分烦闷。晃一抬头，见着一位眉目似画的小仙娥在一旁红袖添香，自然是要云雨一番。我还是避一避吧。浅浅，你这一来一去的到底要做什么？那扇子我已经贴好词了，你进来拿吧。罢了，倒是要看看你能瞧上的仙娥是如何仙姿。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好美的一双眼，可惜这小仙娥虽生的也不错，却配不上这双眼。你这双眼睛，生的倒是不错。苏苏。瑶清公主，本君这洗巫宫实在腾不出任何位置来容你了。明日一早，你便回东海。只要你不再做什么出格的事，本君对过去既往不咎，也算是还上阿离的救命恩情。素锦，你倒是很重情义。如果你实在舍不得妙清公主，不如向天君请一道旨，请天君将你一同嫁去东海，你看如何？君上，是妙清一时迷了心窍，才会用下了秦瑶的羹汤来勾引君上。君上，不管你怎么罚我，我都不会反抗的。哪怕是每日里7749道天雷劈石，妙清都不会怕。只求君上不要让妙清离开这洗巫宫。妙清这一生的夙愿，就是能留在君上身边，一辈子伺候君上啊！娘娘，娘娘，上回妙清认错了你，你帮了妙清一次，这一次，请您再帮帮妙清。
娘娘，妙清公主既然跪了我，如若我跪回去，也是拉不下这个脸的，少不得要说两句。你说。其实这个事情，真的不是妙清公主一个人的错。你当初明明知道她对你有情，还要把她带到天上来。我知道，你是为了报阿离的恩，让她躲过她的婚事，等她想清楚了再回东海。但她不一定是这样想的，她一定觉得你对她也动了心。你既给了她这个念想，又扮作正人君子，迟迟不肯动手，少不得便要逼着她亲自动手了。但是当初，他说进来洗梧宫当个婢女便心满意足。恋爱中女子说的话，你也信的？听老身一句话，还是尽快回东海吧。她是本君的妻，也是这洗梧宫唯一的娘娘。她既然如此说，妙清公主还是回东海吧。君上，君上！相认，就让情分落九尘。凉凉是雨，何时还会春生？又见树下一盏风存。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别人恩怨爱恨，凉透那花的春。无声远，前尘。